崔掌柜没办法，点头出去了。没一会儿又带了一个人进来。小四，你快帮他看看。小神医，我的肚子痛得厉害，他们都说我肚子里面有东西，没有办法治好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乔小四看到捂的地方，便有了猜测，伸手按了按。别按，别按，太疼了，太疼了。你这边疼了有多长时间？从昨天开始便疼了，也找了几个大夫看过，都说是肚子里面长了东西，他们没办法。你这是阑尾炎，我倒是能治，就是今天不行。啊，既然能治，为什么今天又不行？我可是痛得厉害，一刻钟也不想等了。现在不行，我一点准备也没有，做不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治好，诊治费保证少不了你的。不是诊费的问题，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。这东西长在你肚子里，要把这里划一道口子，将里面坏掉的肠子给割了，然后再缝上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还有，做这样的手术得做一些准备，我现在啥都没有，根本就不敢给你做。年轻男子听到他的话，吓了一大跳，那还能活吗？你放心，这也不是大手术，你那肠子现在只有这么一点坏了，如果不及时割掉，它就会越坏越多，导致死亡。啊，不剖开肚子不行吗？这不叫剖开肚子，只划这么大一个口子就行。你要不考虑考虑，我也做好准备。如果你要做的话，明天早上我来一趟镇上，要不做，打发人来药铺说一声就行。啊，那我回去想想。说着便捂着肚子要离开。等等，如果你痛得实在受不了，可以找大夫帮你开一些止疼的药，但是这个治标不治本，还是得动手术才行，还要尽快，不能拖，否则会出人命的。我这到底是啥病？你知道不？肠痈。乔小四说出了阑尾炎在古代的名称，好像就是叫这个名字。告别崔掌柜，牵着牛离开了。到了镇子外面，乔小四终于坐在牛车上，任由大黄牛慢悠悠地往前走。乔家村，乔下他们正在坡下面的沙地除草，有说有笑，心情很好。好你个刘氏，好你个姜氏，你们这群扫把星，赔钱货，疯子傻子，居然敢偷老娘的银子，还买了这么大一块地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不把银子还回来，我就去县衙告你们，让你们坐牢，让县太爷打你们板子，看你们以后怎么见人。乔小四他们买地的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传出去的。乔老太，你在这里瞎逼逼啥？谁偷你银子了？你拿出证据来啊！没有证据就瞎说，我还要到县衙去告你诽谤呢，诽谤也是要坐牢的。我呸！你个赔钱货，没人要的贱蹄子，翅膀长硬了，敢这么对你奶说话？信不信我把你嫁给一个爱打婆娘的老官夫，让他打死你？哼，我说乔老太，你是不是人老了记性不好？咱们两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嫁给谁也不是你能做主的，趁早死了那份心吧，别每天想些有的没的，免得把牙齿长长了吃不了东西。那又怎么样？不管让谁来评理，你都还是我孙女儿。孙女儿居然敢顶撞自己奶奶，这是大逆不道，死了也要下地狱。错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孙女了，你也没权利管我们家的事情，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，少在这里瞎折腾。信不信惹毛了我揍你啊？乔夏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哪有孙女打奶奶的？你这是大不孝，进了县衙是真要坐牢挨板子的。我呸！刘婆子，你少在这里搬弄是非，她算我哪门子奶奶？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，全村人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自己家的稀粥都没吹凉，还跑来吹别人家的，是不是盐巴吃太多了，咸得慌呀？刘婆子也有些诧异，这乔夏什么时候嘴巴这么厉害了？乔夏，我问你，银子呢？赶快把银子还给我！
啥还给你？你哪来的脸说这话？我家的银子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，还是说不管谁家有银子，只要你开口都是你的？你脸咋那么大呢？你这么喜欢抢银子，是不是强盗偷生？这银子不是你的，是小四救了人，别人给的酬谢。哼，还救人？就乔小四那样的，谁敢让他救？还给100两酬谢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哼，你问问其他人，有人会信吗？对了，你说的那个是于公子吧？不是说只给你们20两吗？怎么又变100两了？你当是哄小孩呢，一天变一个样。上一次他根本就没拿乔小四他们的银子，生生被讹走了50两，那可是他的棺材本儿，直到现在还肉痛呢。王氏，你就别在这里胡闹了，这银子真的是小四救人得来的，这个我们家老头子可以作证。屁！你说你家老头子可以作证？他是亲眼看到的。救的谁？怎么救的？你倒是说出来呀！说不出来就是假的。你们随时都为着乔小四他们说话，他到底给你们什么好处？哦，对了，不就是打了一头野猪分给你们吗？还有极品轩的剩菜，这就把你们喂饱了。想着他说话，也不觉得自己良心亏不亏。别人良心亏不亏我们不知道，反正我们良心不亏。乔小四还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，慢悠悠地坐着牛车到了村口，正好碰上村长。哪儿来的牛？你这是从镇上回来？村长爷爷，你快过来帮我瞅瞅，这牛怎么样？哪儿来的？哎呀，村长爷爷，你咋这么问呢？当然是我买的呀，难道还是偷的不成？买的？你哪儿来的银子买牛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的银子不都给我买土地了吗？哪儿来的银子？瞧村长爷爷说的，难道我就只有这些银子？不说整天挖草药去卖，就说上一次乔老太他们赔我的也有50两银子呢，还有于公子给了20两呢，买牛还是买得起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咋把这给忘了？这牛买的不错，多少银子买的？这还买了离合耙，是打算把地翻一遍？是吧？这牛不错吧？这所有的行当加上，总共8两800文。怎么可能？你这小丫头，别不是又在骗我？这么好的一头牛，加上这架子车和犁耙，才8两800文。乔小四把遇到刘地主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村长听后笑着点头。我就说嘛，你哪有那本事？原来是刘地主帮你的，这牛买的不错，不错。村长爷爷要不要试试手？好啊，试试。说着坐上座位，一老一少就这样赶着牛车往山脚下去。对了，地契昨日就办好了，我腰疼，就没给你拿过来。乔小四看着这古代的地契，好奇的不行。两人正说着话，就听到一阵阵的吵闹声。我听到是我姐的声音，她肯定是跟人吵架了。你在后面慢慢来，我先去看看。说着便以极快的速度往家赶。我说老太婆，你是不是这段日子过得太悠闲了？不找点事儿干，你是浑身不自在。还我偷你银子，我呸！你有银子让我偷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我偷了你多少银子？你又有多少银子让我偷？你家什么样子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心里还没点数。你们一大家子都靠2房3房养着，大房一家子懒户，4房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就你们这样的，还有什么银子让我偷？真是的，说这话的时候，你脸不红心不跳，就不怕被咬到舌头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们买地的银子就是我的，大家都作证。他乔小四一家净身出户，才多久时间，居然就能买上地了？说出去谁信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刚分家出去没几天，人家小四他们不是在山上猎到了几头野猪，一下就把借的债全都还清了吗？这都1个多月了，再猎几头野猪也是可以的。
还有，人家挖草药什么的，说不定挖到了人参呢。人参可是很值钱的。王氏，你就不要没人找事。这块地的银子的确是乔小四救人所得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亲眼看见他救的人，还是你跟他串通好的？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但也不能这样无理由的帮他瞎编吧。乔小四救的是县太爷家的大公子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县衙问问。哟呵，这话一说出，本来还吵闹的场面一下就安静了。是啊，村长爷爷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救的人就是县太爷家的大儿子。你说救的是县太爷家的大公子，就救的是县太爷的大公子，我还说我救皇子龙孙呢。你这摆明了就是说大话，想让我们不敢质疑罢了。是啊，你既然说你救的是县太爷的大公子，那你说说你怎么救的，在哪里救的，都有些什么人做见证？我为啥要告诉你？你算哪根葱，也配知道？小四，既然大家都想知道，那你就说说吧，让他们好闭嘴。我在百兴药铺救的大公子，他当时喉咙里被卡了鸡蛋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，是我帮他弄出来的。在场的有县太爷和他的夫人，还有药铺的崔掌柜，他们都在。这些镇上好多人都知道，根本就做不了假。如果你们还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问，话我已经说清楚了。乔老太，你如果再敢无事生非，来找我们家的麻烦，我真的会把你送到大牢里去。想想你的老幺儿吧，要是有一个坐牢的娘，会不会影响他的仕途？也许是他编出来的呢。乔小四这个人，啥事儿干不出来。乔小四是什么人？我们大家都有眼睛都看得出来，用不着你在这里提醒。村长，你家又买牛了？这大黄牛可真是健壮啊，花了不少银子吧？这牛可不是我的，是小四今天去买的，看看多健壮，还是一个年轻的母牛呢。小四，你们这块地打算种什么呀？劳烦刘奶奶惦记，我现在也没想好要种什么，等想好了再告诉你。众人见没热闹看了，纷纷往回走。没人注意到，在一个隐蔽的树丛后面，有一双充满算计的眼睛，眼睛的主人正是小老头。晚上，乔小四刚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突然传来小池的声音：主人有新任务了。啥新任务？主人，只要你救下2个快死的人，就有一个大礼包哦。时间很紧迫，只有3天。主人，你可得抓紧喽。乔小四困得厉害，懒得理他。知道了。第二天早上天刚亮，乔小四，快出来，有急事儿。见到杜仲，立马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小四快点，昨天那个人不行了，等着你救命呢。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就着一旁桶里面的水，随便搓了2下脸。姐，我去一趟镇子上。马车到了百兴药铺，崔掌柜正在外面搓着手走来走去。小四，快去给罗公子瞧瞧吧，他快不行了。乔小四点头，跟着崔掌柜往里走。我马上给他做手术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我们不出去，我们就要在这里看着他。你们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，而且你们身上有很多的细菌，反倒会对他不利。你放心，这只是一个小手术，很快就完成了。是不是动了这个手术，他就没事儿了？得看他的情况，如果太迟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既然没有完全的把握，就不让你治了，咱们另外找大夫。崔掌柜，你另外安排大夫吧，他这么小，还是个女娃子，哪有那本事啊？罗夫人，你们也找了很多大夫看过，都没办法。我这里最好的就是李大夫，他都说过他也没办法，但是小四他很确定能治这病。要不你看，夫人，你如果再继续耽搁下去，我敢保证他一定会死得不能再死。夫人，咱们快出去，让大夫好好治，儿子都已经这样了，试试也无妨。在我没开门的时候，谁都不要进来打搅我，
要是不听，出了什么差错，我可不负责。乔小四开始往外掏需要的工具，什么手术刀、镊子、剪子之类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乔小四快速地拿出麻醉剂给他注射，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就熟练地开始动起手术来。这会儿李大夫也过来了，崔掌柜也有自己的私心，便让他收拾一下放进去了。他进去的时候，乔小四已经做完手术，正在用针缝合伤口。李大夫，你来迟了。你不介意我进来看看吧？不介意不介意，有啥好介意的？这就是从他肠子上割下来的，你看看吧。这上面怎么还化脓了？正是因为化脓了，所以才会把它割掉。要是不割掉，后果很严重。你怎么把这伤口给缝起来？这样行不行啊？不会有什么事吧？不会，当然不会呀，这样才更有利于伤口恢复。小四，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呀？当然可以，这有什么不能教的？哎呦，还好没拒绝，要不然丢脸可丢到家了。夫人，你现在还不能进去。我想看看他，我担心他不行吗？放心，你儿子没事儿，活得好好的。我给他用了药物，这会儿正昏睡着，你进去看不出啥，反而还会把病菌带进去，还是再忍忍吧。那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娘，要不咱们就听小神医的，再等等吧。乔小四指着李大夫手里的盘子，你们去看看吧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从你儿子肠子上割下来的坏东西。你的意思，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就能要我儿子的命？暂时是要不了命，如果任由他继续发展下去，那就说不定了。说完看向一旁的杜仲，杜仲哥哥，给我点吃的呗，我现在饿得慌。杜仲点头跑开，没一会儿就拿了一个大油纸包。你放心吃，这水都是烧开后晾凉的。你们快来吃啊！我们已经吃过了。就在这气氛有点尴尬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。让让，快让让！大夫救命啊！救救我的儿媳妇，救救我的孙儿！你儿媳妇马上要生了，赶紧去叫产婆呀！抬到我这里来干啥？我不行的，我不会接生，别找我，别找我！话音刚落，又跑来一个满头大汗的老婆子。张婆婆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崔掌柜，听闻你这里有一个神医，哎呀，赶快请他帮忙吧。他这胎呀是双胎，又是难产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崔掌柜有些为难，搞不好就是一尸两命，他可不敢随意的应承。保大人，只要把大人保住就行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婆婆，你说他是难产，怎么个难产法？孩子是脚朝下的，这不是难产是啥？而且现在宫口都没打开，羊水也破了。瞧我这都急糊涂了，跟你一个小姑娘说这些。我可以帮他，你们愿不愿意？小姑娘，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，你就别在这里瞎掺和了。咱们这会儿也没心情说笑。他就是你们说的小神医，让他试试吧，说不定真的可以。对，都这样了，就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咱儿子就是这样的，小神医说他现在还活着呢。夫人，这会儿场合不对，你就少说两句。见他还要说，连忙又说，你想想一会儿儿子醒了要吃点啥。对，我去问问小神医。别问，小神医这会儿有事情，你就坐在这儿慢慢想吧。意思就是叫他别去添乱。孕妇的家人们一起商量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决定让乔小四帮忙。乔小四和接生婆一起剖腹抱出3个孩子。在这个时代，能顺利产下双胞胎的就很少了，3胞胎简直少之又少。这件事情很快就在镇上传开了。乔小四在这里一待就是3天。见大人孩子都很好，乔小四交代家属好好照顾，他得回家一趟。小姐，老爷叫我请你去见他。跟着葛小七到了一处3进的宅子里。师傅，你这是兰花吗？别乱碰，这花娇气得很，小心碰坏了。
又不是豆腐做的，碰一下就坏了。这花的确娇贵，老爷可宝贝着呢。不止老爷，很多名门高官都喜欢呢。有时候为了争抢一株兰花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这一株是神医他老人家无意得到的，跟我们家老爷打赌输了，就把这兰花输给我们老爷了。还真是兰花，这是什么品种？值多少银子？这叫素冠河鼎，大概这么多。1000两。见葛小八摇头，1万两。什么1万两？丞相给我10万两，我都没卖。这么值钱？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真丢脸。不行，小八呀，你得多给他说说外面的事儿，要不然我会很没面子的。老爷放心，我一定会给小姐多多科普一些她不知道的事。小八叔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小姐？听着浑身都不舒服。瞧你那出息，大户人家谁不是这样叫？就你特别。小八，以后就叫她四姑娘吧。师傅，你不会是叫我来看兰花的吧？要是这样，我……怎么，想要离开了？就这么不愿意见到我？我要是不叫你来，你是不是忘了还有我这个师傅的存在啊？师傅，你误会了，我哪能忘记您老人家的存在呢？这不是在医馆忙着呢吗？哼，别以为我好骗，要不是我打发小七来叫你，你是不是就回去了？不是的，师傅，您老人家想多了。我不是想着在医馆待了2天，身上满是药味吗？想回去洗洗，换身衣服再来。葛老头可不是好骗呐，哼了一声，倒没再说啥。师傅，这兰花真有这么值钱？兰花的品种很多，也不是所有兰花都值钱。像我这株嘛，就是有名素冠河鼎，要是养好了，在开花的时候卖出去，别说10万两，就是20万两也是有人要的。这几天由于歇在镇上有些不方便，乔小四就没有进空间。现在终于有空进去了，一进去就感觉到了不同，还以为出啥事儿了，赶紧召唤小池。主人，叫我有事。我好像感觉空间跟之前不一样了，是不是出了啥事儿啊？主人，你跟我来，有好东西哦。说完就跑了。乔小四跟在后面到了黑土地的地方，不同以往的是，光秃秃的黑土地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。这块地终于长出庄稼了，我等的花儿都谢了。还不止这些呢，里面也变了。里面也变了？变成啥样？不会是把那些粮食都补齐了吧？当他目光扫向水塘的时候，啊，这里面怎么有鱼？哪里有鱼呀？我咋没看见？小花，你看见了吗？你什么时候给它起了个名字？好俗气！我也想给它起个好听的呀，可起了好几个，叫它都没反应，只有叫它小花，它才听得懂。不是，你跟它不是能说上话吗？咋会听不懂？哎呀，我的意思是，它不喜欢其他的名字，只喜欢小花。这时候小狼崽冲了进来，对着小池就是嗷呜嗷呜的一通乱叫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主人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说着，乔小四手里就多了一个精致的铁盒子。小池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怎么打不开？主人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要不找个锤子把它砸开？不会被砸坏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说小池，你做事能不能靠谱点儿？这都给他什么奖励呀？每次叫我做任务倒是积极，给奖励的时候一点也不干脆。现在更好，给了个铁盒子，打都打不开，拿来干嘛？说不定里面都是空的。主人，这不是空的，你听，里面有响动。我也听到里面有响动啊，可这要怎么打开？对了，小池，你认识兰花吗？兰花是什么？你不是系统吗？不会连兰花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？就是那种细细的叶子，开的花很漂亮，各式各样的，品种也很多，而且有的兰花相当的贵重，
可以说是有钱也买不到的那种。主人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系统，第一次绑定宿主，好多事情都不知道哎。要不我找个时间问问其他的同行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有同行，可以联系他们？不一定，有时候也联系不上，这个得看时机。那你帮我问问，有没有关于兰花的书本，让他给送一本呗，最好是送一本《兰花大全书》。主人，这个我不敢保证，不过我一定会帮你问的。不急，你先问问吧。然后就离开了。到了镇上，率先去了药铺，查看产妇和孩子的情况，恢复得很好，他的家人也照顾得很好。如今他的名气是打出去了，都知道百姓药铺有一个小神医，治病手段相当的特别。出了药铺，乔小四又转去了葛老头那里。小四，来，自从拜师到现在，费师都还没教过你什么，今天先教你一套拳法，等你练好了，咱们再教别的。乔小四听闻此言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葛老头教得很随意，乔小四学得很卖力，喜得葛老头不住地点头说好。学了功夫，乔小四就要离开了。葛老头知道他事情多，也就没留他。贾八叔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有啥事儿你就问，搞得这样神神秘秘的干啥？这样的，小八叔，那个兰花是不是真的很值钱啊？真的很值钱。你刚才从府里出来的，见过老爷子了？见过了，怎么了？你不会把老爷子的那株兰花给弄坏了吧？没有啊，我连兰花都没看见。他得多缺心眼子才会对那株兰花动手，那可是20万两银子啊！哎呀，既然没弄坏，你问这个干嘛？这个啊，八叔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咱们家不是离山近嘛，山上肯定会有兰花。我听说好多兰花都是野生的，打算去山上找找，万一找到一株拿出去卖，岂不是就发财了？野生兰花的确在山上能找到，但是找到的几率很小。你确定你有这么好的运气，而且恰恰就找到一株很贵重的兰花？还有，你认识兰花吗？知道它是什么品种？所以我想问问你呀，要怎么分辨兰花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啊，你也不知道啊？我还以为你跟着老爷子久跑4外，一定知道很多。如果你想知道兰花的事情，可以去书店买一本关于兰花的书回去翻阅。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，我这就去看看。看着他风风火火把大黄牛赶得都跑起来了，葛小八摇摇头，小孩子就是说一出是一出的。乔小四直接把牛车赶到了极品轩，这里离博学书店只隔一条街，倒还比较近。小童哥哥，你这里可有关于兰花的书籍？我想看看。在那边，你去看看吧。选了一本带有图案的书，选好后便排队等着付银子。他居然看到了一个熟人，乔老四也进来买书了。小四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这是买书？帮谁买的？你认识字吗？原来是乔四叔啊，我是进来买书的。你说的很对，这书是我帮别人买的。这丫头打小就是一个不讨人喜的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对，是可以学。我们家小四是个勤奋爱学的好孩子，要是有不懂的，可以来问四叔，四叔一定帮你解答。小姑娘，这2本书一共8两银子，是给你包起来还是？小童哥哥，这2本书你帮我包起来吧。对了，可不可以送一些赠品之类的？小童一愣，拿过2大提发黄的纸，又拿了2支很粗糙的毛笔，笑嘻嘻地问：嘿，这2样作为赠品怎么样？那就谢谢小童哥哥啦。说着掏出8两银子，抱着东西便离开。乔童生，这是你家侄女？是啊，这是我三哥的孩子。呀，这是你三哥的孩子呀。这小姑娘穿的不怎么样，手笔倒是挺大的。8两银子的书，眉头都不皱一下就买下了。我家侄女他们都不识字，这应该是帮别人买的吧。再说他们家也不是很富裕，又没人识字，
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还说一个小孩子家的，怎么可能随身揣着8两银子呢？乔小四一出来，没想到今天运气有些不好，出门没看黄历，碰到一个讨厌的乔老四不说，又碰到几个，真是晦气。乔小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手里抱的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我说乔小四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你怎么不回答？别拉拉扯扯的，我们不熟。还有，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？说完，用怪异的眼神看了看乔夏雨和徐德才，直接走了。小四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心问他，不回答就算了，说话还这么冲，我又没有得罪他。哎呀，表姐，你就别跟他计较，他那人就是那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走吧，咱们去前边逛逛。徐德才他觉得有些奇怪，乔小四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德才哥哥，你在看什么？不是说他们一家跟你们老宅分家了？我怎么看着他的气色比以前好多了？想来日子过得不错吧？还有他怀里抱的书，起码得好几两银子吧？他哪来的银子啊？他家谁在念书啊？德才哥哥，你不会是想起乔夏了吧？是不是还对他念念不忘啊？他敢发誓，他真的没想起乔夏，而且早就把这人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乔小四直接去了极品轩，赶着牛车就要离开。小四，你这几天没有上山吗？没有，这几天都在镇上来回跑，你知道的。那行吧，有了猎物记得送来我这里，我一定给你高价。放心吧，李掌柜，你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？对了，李掌柜，问你些事儿。你问。要不进去谈？李掌柜这才问道。现在没人了，你想要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我想做一些小买卖，想问问李掌柜这里有没有卖的，我好心里有个数。你想做什么？说来听听。红豆腐有没有？只知道有白豆腐，没听过红豆腐。没听说过就对了。那怪味花生和糖霜花生呢？有吗？名字没听过，但花生很普遍，价格也不贵。是花生做的，口味不同，可以做下酒菜和零嘴。开口腌菜有吗？就是开口味的腌咸菜。李掌柜有些懵，下意识的摇头。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乔小四乐颠颠的跑去买粮食了。开口就是1000斤大米，1000斤玉米面，1000斤白面，把粮食店老板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了。回去乔春秋就围着大黄牛仔细的打量，见好好的，这才笑嘻嘻的牵着去喝水吃草。小四，我看得另外买一头牛回来。你瞧瞧二哥，把大黄牛稀罕的就跟自家兄弟一样，恐怕以后不会让他耕地拉货了。乔小四点头，他知道自家二哥太寂寞了。乔夏他们今天在家里种的土豆，姜氏他们一家都在这里帮忙。江姨，这袋子玉米面当我借给你们的，等以后有了再还我。行，谢谢小四了。下午乔小四哪里也没有去，一个人窝在家里翻看买来的书，虽然全都是繁体字，但是他连猜带蒙的也能看得懂。乔夏他们依旧去种土豆，家里很清静，没人打扰。乔小四刚做好饭，乔夏他们便回来了。姐，你愁眉苦脸的做什么？有什么事儿想不通，可以说出来，我帮你想想。没有，我只是有些担心，咱们的土豆是不是种得太稀了？万一以后产量不高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。这种土豆本来就不宜太密，稀点有稀点的好处。话是这么说，哎，算了，种都种下去了，就不提它了。明天你要做啥？明天我还得去镇上一趟，很快就会回来。那中午在家吃饭吗？要，当然要回来吃啦。来弟，快点儿，开饭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小四，你在镇上做什么？怎么每次都不带我们？要不明天上山吧，感觉好多天都没有去过了。要去你们去，我不去，我要在家看大黄呢。万一我们一家子都不在，乔老太又跑来把我们的大黄牵走了，可要怎么办呢？恐怕乔老太还没那个胆量。那可说不定，乔老大胆子可大着呢。对吧对吧，我还是在家看着，哪儿也不去了。对了，江姨，趁着这些天有时间，
你们都上山多砍些柴火回来堆着，越多越好，到了冬天才好用。还有炒花生也要柴火。说到这个，姜氏便有些担忧。你们只管囤柴火，其余的都不用管。我已经跟李掌柜约好了，带些东西让他们尝尝，看效果如何。如果可以，我们就要开始行动起来。等有了银子，就可以买棉袄被子了。那我们明天就上山砍柴，争取多囤点儿。我们也去，家里也要多囤些。二哥不愿意去，就让他在家里看家好了。你们就在这片山上砍，到时候直接往下扔，免得搬来搬去的麻烦。对了，还要搭一间柴房，免得淋雨。这个就我们自己搭就行，没必要请别人。大家都表示赞同，没有任何意见。一夜无话，一大早乔小四就跑步去了镇上。首先去的依旧是药铺，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，告诉他们这2天他就不来了，如果觉得可以，那就自己回家吧。他缝合伤口的羊肠线根本就不需要拆线。罗公子，诊费的事情你直接跟崔掌柜谈就行，没必要给我。你的病人诊费自然给你，再说罗公子已经给我们诊费了，也是100两。乔小四有些懵，这些人这么有钱的吗？那个罗公子，既然你已经给了诊费，这个就不用了。11、22，如果你不给我动手术，我就死了。你相当于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区100两实在是太少了。那就多谢罗公子了。该说谢的是我，怎么还反过来了？小神医，你要不要帮我相公检查一下，看看恢复的怎么样了？那是当然，我也正想看看恢复的如何。还有，你们别叫我小神医，我实在是不敢当，要不然说出去会被人笑话的。要不我就叫你乔姑娘吧。只要不叫小神医，叫什么都行。罗公子的伤口恢复得很好，夫妻俩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笑嘻嘻地离开了。3胞胎的奶奶一直在病房里，听到罗公子他们离开才出来。乔姑娘，这是我们的诊费，我知道有些少，我们家的情况也不是很好，只能拿出来这么多了，希望你不要在意。你的这份恩情，老婆子我不敢忘，也会时刻叮嘱孩子们，让他们记得你的好。婆婆，你收回去吧，不用给了。乔姑娘，你是不是嫌少了啊？要不我再回去想想办法。你说哪里的话，能生下3胞胎的人少之又少，我也有幸参与给了3胞胎接生，是我的荣幸，怎么能够收银子呢？你还是收回去吧。那怎么行啊？要是没有你，我儿媳妇他们可就……乔小四笑笑，忙说自己还有事，赶紧的溜了。掌柜的，让人拿几个馒头来呗。李掌柜还以为他没吃早饭，连忙给小五使了个眼色。乔小四趁机会从随身带来的小背篓里掏了3个盘子出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看着挺稀奇的。正好，大厨叔和小五哥，你们也尝尝，看看这几样东西能不能卖出去。好，既然小四这么说，那我肯定得好好的尝尝。大厨也不客气，伸手就捏了一个怪味花生扔到嘴里。味道不错，酥酥脆脆，有麻有辣，有咸有甜，混合在一起还挺香的。这里面是花生，对吧？见乔小四点头，又尝了一块糖霜花生。不错，甜而不腻。不过我本人不喜欢甜食，我还是觉得这个麻辣的好吃些。这个是什么？要怎么吃啊？尝了起来。入口，李掌柜和大厨的眼睛就亮了。咦，这个味道好，这个我喜欢。我觉得这个很开胃，如果抹上它，我一口气能吃上5个馒头。我也这样认为。你们觉得这3样东西可能卖得出去？能，太能了，连我都觉得能卖出去，别人就不能说啥。小四，这东西你要怎么卖？给个章法。李掌柜，你是不是确定要这3样东西？要，当然要。先说好啊，你给了我，就不能再卖给其他人。那不行，
我专门做这个卖，是卖你一家，你一家能吃下多少？这不是限制了我的数量吗？那我还怎么挣银子啊？李掌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，于是便陷入了沉默。李掌柜，这红豆腐5文一块，这2样花生统一价20文一斤，这是给你的价，不管你拿出去卖多少，都与我无关。就这么小小的一块，你就要5文钱一个？还有这花生，6、7文钱一斤，随便买吧。你定的这个价儿会不会太高了？李掌柜，来，我给你算算成本。这个红豆腐它是豆腐制作的，虽然豆腐的价格不高，但是工序很复杂，而且时间也很长，卖5文钱一个根本就不贵，我还嫌它便宜了呢。再说这花生，你说的6、7文一斤，那是带壳的，咱们这是花生米，1斤带壳的花生能出多少花生米？咱们这是花生米，1斤带壳的花生能出多少花生米？还要加上咱们这杂七杂八的工序、制作的材料、其他的成本，算下来也没多少赚头。我只是想到你我有缘，才给你定的这个价。至于外面这个价格是铁定买不到的。价格上倒还行，就是这销售的问题。李掌柜，你们先想想，我上个茅厕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其实他哪是想上茅厕，只是想给他们一个商量的机会。小四，你都好久没有送野味来了，这些日子没上山吗？都在忙什么呀？小四啊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来听听。前几天我们这里来了个小姑娘，看着跟你一般大小，说是你们乔家村的，跟你是朋友，想来这里找活做。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的朋友可不如你这般讨喜，都跟他说了不需要请人，他就是不听，还赖在这里不走，说是他干活麻利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争着抢着的做活，结果跑到厨房把要急用的菜给绊倒了，气得大厨直骂人，才哭着离开。你说的是他呀？哎，那小姑娘看着就不是个踏实的主，你瞧她一进来眼珠子乱窜，只往厨房里瞅，那厨房重地儿也是我们这些打杂婆子能够进去的。还好大厨心情好，只是骂了几句，要是遇到他心情不好，不让他赔才怪呢。你们说的很对，以后他要是再来，你们不用顾忌我，我跟他只是同村，并不是他说的那种关系。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，我们以后也知道怎么办了。哎呦，小四，你咋跑这里来了？李掌柜还在前面等着你呢。这才起身拍拍手去找李掌柜。你这丫头，上个茅房居然上了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掉茅坑里了，正准备找人来捞你呢。你看看就我这身子，我这灵敏度，还能掉进茅坑？你也太小看我了不是？来来来，咱们谈谈这生意的事儿。你们已经商量出结果来啦？就按照你说的那样，咱们要不要写个字据？又不是什么大生意，写啥字据？不过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咱们还是可以写一个的。我有啥不相信你的？反正就是从你那里拿货，银货两清，你不管我怎么卖就行了呗。是这么个理。不过你这价格不要定太低了，到时候我这里不好卖。李掌柜放心，你走的是高端路线，我走的是平民路线，咱们不冲突。既然谈好了，那你就先给我拿100块红豆腐，2样花生一样来10斤，我先看看好不好卖。我觉得红豆腐很好吃，应该要比花生好卖，所以便多要些，反正这东西耐放，也不担心坏掉。乔小四却有些犯难了，主要是他现在没货呀，空间力虽然有，那是不可能拿出来卖的。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问题？李掌柜，这红豆腐暂时没有，花生倒是明天就可以给你送来。啥意思？怎么会没有呢？那你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做的试吃品，只有一点点，除了我二哥留起来的10块，全都在这儿了。那要多久才能有货？
最少也得1个月。还要这么久？你可以先打广告啊，广告打出去了，东西一上来就可以大卖特卖。广告是什么？广告就是宣传，也就是提前告诉别人你这有一样东西有多好吃，要是提前给他们尝尝，效果应该会更好。尝尝？怎么尝？就只有这一块，是不是太少了点儿？突然李掌柜的眼睛一亮，哎，你不是说你二哥还留了10块起来吗？让他卖给我吧，我拿来给别人尝尝。这个没问题。从祭品轩出来，乔小四便想去菜市场上买些豆腐。掌柜的，你这豆腐怎么卖？跟外面一个价，2文钱一块。你要多少块啊？这些我都要了，你给我装好吧。男子听到乔小四把这豆腐全要了，高兴地找装豆腐的家伙。当家的，豆腐都卖完了吗？娘的，这声音简直了！是你，乔小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没有东西给你，还不赶快滚开！没看见我们是做生意的吗？见着你就倒霉。出来的人正是乔老太的小女儿乔玉娇。我在哪儿是我的自由，没必要跟你报备。死丫头，有你这么对长辈说话的吗？简直就是没大没小。柳氏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也对，她一个疯子，哪能懂得教孩子？要不然也不会把你教得这么目无尊长。老板，你这豆腐我不要了，害怕吃了不消化。说完斜了一眼乔玉娇就走了。贱人，你发什么疯？好好的生意都被你给搅黄了。今天要是不把这豆腐给我卖完，看我不打死你！骂完后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进里面去了。晦气，怎么碰见这么个东西？乔小四又买了点豆子和花生，坐着送货的牛车一同回去了。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哭啥？见他头上还有血迹，顿时有些担心。你头怎么了？哪来的血？伤哪儿了？是乔老太，她又打我。你是猪吗？就站在那儿让他打，你不知道打回去啊？他们把大黄牵走了，我怕他们对大黄不利。他们都有谁？还有二叔洋洋他爹。乔振和，好啊，看着你老实巴交的，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来，给我等着！马车夫帮忙把东西卸下来，就要回去了。当乔夏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乔小四已经做好了饭。姐，洋洋他们呢？怎么没来？他们回去了，说在自家吃。二哥，你去把洋洋他们叫过来吃饭，就说我有事情要说。乔春秋答应了一声，牵着牛就跑了。二哥还真是，走一步都要把大黄牛牵上，生怕别人给他牵跑了。今天他的大黄牛被人家牵跑了，差点没牵回来。谁牵了我们家大黄？是不是那老太婆？看我不去揍死她丫的！僵尸过来时脸色有些不好。小四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。这跟你又没关系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唉，我真没想到，他越来越糊涂了，会不会影响到洋洋他们呀？你们现在是两家人，影响应该不大。快吃饭吧，一会儿还有点忙，别为了这事儿影响心情，不值得。可是红豆腐和花生的事儿有着落啦。李掌柜订了100个红豆腐，各10斤花生，明天给他送去。可我们现在没有成品给他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下午我们就在家里炒花生。至于红豆腐，我已经跟李掌柜说好了，1个月后再送去。等了好久，终于可以开干了，好期待呀！大家围在一起做了一下午的花生，也吃了一下午。半夜时分，天空中繁星点点，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虫鸣蛙叫，抓出大蟒蛇和小池，如此这般。看着快速引入黑夜的3个小身影，乔小四嘴角扬起一丝诡异的笑，慢慢的跟在后面。老乔家后院，堵着干啥？快让开，小爷要进来。大蟒蛇这才反应过来，立马钻了进去。4头大肥猪吓得瑟瑟发抖，赶快跟我走，要不然咬死你们！
大肥猪们跟小池是同类，听得懂它的猪叫声，争先恐后的往洞口外面跑。大蟒蛇并没有追上去，而是拍打着尾巴到了旁边的鸡圈处，嘴巴一张，一口气将里面的10几只母鸡全都吞到肚子里面去了。乔老二听到一些响动，还以为是黄鼠狼来偷鸡了，捏着一根棍子就往后院来。没想到一出来就对上一个庞大的身影，根本就不是黄鼠狼。看到向他游过来的庞大生物，眼睛一闭，晕了过去。乔小四等在不远处的树林里，看见哼哧哼哧跑过来的几头大肥猪，嘴角扬起一个大大的笑。把大肥猪全都收进空间后，乔小四才对小池和小狼崽还有刚到跟前的大蟒蛇竖了个大拇指。做得好，给你们记一功。主人，还有没有什么要对付的？交给我们去做。太刺激，太兴奋了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。有，当然有。那里有2只又大又凶的大狗，你们想办法让它们发狂，去咬它们的主人，然后再把大狗给我带过来，生死不论。记得不要把它们的主人咬死了，咬伤就好。他要让乔屠户一家也尝尝被他们家大狗咬了是什么滋味。小池点头，带着他手底下的小弟威风凛凛地朝着乔小四指的方向去了。乔小四坐在乔屠户家外面的桉树上，等待着里面的好戏上演。很快，先是争先恐后的狗叫声，然后是人的尖叫声，再然后是哭声、喊声。乔小四看着大摇大摆出来的黑影，麻溜的下了树，把大蟒蛇卷着的2只大狗扔进了空间里。走啦，该回家睡觉了，明天起来看好戏。第二天一早，刚吃完饭，就听到一阵尖利的哭叫声。走走走，看热闹去！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听着好吓人呢。难道是乔老头不行了？本以为他们就是最积极的了，没想到已经来了那么多的人。哎呦，老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呀！我的老天爷呀，还要不要人活了？是哪个遭天杀的，把我家大肥猪都偷了？哎呦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眼看就要卖银子了，全给我偷了！哎呦，我不活了，不活了！很快，村长和族老们都来了。问清楚情况后，大家都到了后院。老二，你坐在这里干嘛？还不赶紧起来！村长见他没有要起来的意思，还哭得很伤心，以为他是因为丢了猪的原因，心里更加看不上了。猪丢了就丢了，你坐在这里不起来，他们也不会回来。我昨夜听到响动，起来查看，把腿伤了，起不来。你是说你昨夜就在这里了，今早也没人发现你？他越想越不对，既然没发现乔老二，那又怎么知道猪没了的？你们这做法让人寒心呐！说完还摇摇头，对看热闹的乔小四喊道：小四，来给他瞧瞧，有无大碍？乔小四不想去，但是村长爷爷都发话了，不敢不从。村长爷爷，他脚错位了，这个我能治。不等村长开口，他就咔嚓一声给掰正了。姜氏哪能看不出他的想法，想到到底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便想上前。你要是去了，就证明你们和好了，生活又回到了原点，以后洋洋还是要被卖。娘，我们不想再过以前的日子，更不想被卖。老二，你昨夜可有什么发现？我看见一条这么大的东西，好像是蛇。乔老二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呀？哪有那么大的蛇呀？对呀，你就是要吹牛，要吹得像点，要不然我们可不信呐。乔老二，有没有被吓尿裤子呀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你们。够了，吵吵嚷嚷像什么话？大奎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家的墙被猪拱穿了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乔老头哪知道啊，他从来都不管这些。
村长爷爷，应该不是那种情况。你看那些泥巴，像是从外面挖开的。小四，你经常上山打猎，能不能看出什么情况？好啊，我仔细看看。说着，抱了一抱猪草扔在猪圈里。你怎么能浪费猪草呢？没有了你去割呀。猪都没了，还吃个屁的猪草。吕氏被这话一噎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不会真如乔二叔说的那样有大蛇吧？大家又把目光看向那一条又粗又大的痕迹。大家一路跟着痕迹到了乔土户家，就没有了。爹娘，我们这就去镇上，说不定还能把他们抓个现行。去，我马上就去，一定不能放过他们。见到乔老头皱着眉头没动，忍不住踢了他一脚。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跟着去！再晚些，猪都被他们卖光了，连毛都不给你剩一根儿。想到自家的猪，还是率先往镇子上去了。我说老大，你爹都走远了，你怎么还不去？三弟妹，可不可以把你家牛车借来用用？放心，回来就还你。我们两家是什么情况？你不知道，还舔着脸来借牛车，恐怕是有借无还吧？还回来就还，我信你这种鬼话。三弟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不借就算了，也没必要骂人吧？我就骂你怎么了？再叫我三弟妹，信不信我揍你？都散了吧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村长，你不能不管，乔老蔫家也太过分了，我要去县衙告他。去吧，去告他吧，县太爷会为你做主的，别找我，我管不了。村长，你是咱们村的一村之长，要是不管，还当什么村长？我不当了，这村长换你来当。这话把看热闹的村民逗得哄堂大笑。那些痕迹都是乔小四让大蟒蛇故意留下的，哼，让这两家村里最讨厌的人狗咬狗吧。小四姐，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太解气了！你怎么会这么认为？因为乔二叔不是说看到一条这么大的蛇吗？我知道你也有这么大一条蛇，所以我猜是你做的。你猜错了，还真不是我。虽然我认识一条大蛇，但是这山上的大蛇可多了，也不一定就是他干的。我还以为是他干的，原来不是啊。怎么，听到不是，你还很失落？今天看到爹那样，好可怜呢。我们要不要去帮帮他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要是想帮他，那就回去吧，反正我们是不会去的。可他毕竟是我们爹呀，就这样不管不问，是不是太不孝了？你忘了我们出来的初衷了？是啊，你是不是想被骂？乔星星见大家都不赞同他的话，又觉得他爹太可怜，伤伤心心的哭了一场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居然碰到了帮他买大黄牛的刘地主。刘老爷，我能去你家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听说你家的房子是砖瓦房，我也想修这样的房子。你想修砖瓦房？不可以吗？别误会，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。据我所知，你家才分出来没多久，你这样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呀？还有，你银子够吗？刘老爷，我们俩有缘分，我觉得你这人很好，值得相交。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在山上挖了一株人参，卖了120两银子。你大概也知道了我们的情况，就那2间茅草屋，勉强能把这个冬天撑过去。想要长久的住下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说暖不暖和，就那山脚下，山上不时会有野兽出没。万一冬天他们找不到吃的，下山来，咱们的茅草屋可挡不住。你说的很对，120两银子可以修好几间了。就是这砖瓦不好买啊，当初我为了买那些砖瓦，可是跑了好几个地方，还是找关系才弄来那么一点儿。像你这样的小姑娘，即便有银子，恐怕也难买到啊。像你这样的小姑娘，即便有银子，恐怕也难买到啊。这样啊，那我再想想。刘老爷，我就不去你家了。这里离我家也不远了，要不
就去我家里吃个便饭吧。不，我们也没隔多远，还是不去了。爹爹，有没有给我买糖？船族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小心别摔着。刘地主给了他一串糖葫芦。船族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不等刘小胖回答，他又看向乔小四。小四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只买了一串糖葫芦，并不是不给你吃。刘老爷客气了，这是你家公子。刘地主点头，看着自家胖儿子，眼里满满的都是溺爱。刘老爷，你有没有带你儿子去镇上看过大夫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从小就这么胖吗？而且你不能再给他吃甜食，不然会更胖。唉，我也不想给他吃甜食，可他就爱吃甜食，一天不吃，浑身就像有蚂蚁在啃咬似的。刘老爷，你不介意我帮他看看吧？那你就帮他看看吧。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能看出什么？你又不是大夫。刘公子，麻烦你把嘴张开，我看看你的舌苔。刚一张开，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。乔小四眉头皱得更紧了。看完后，刘地主问道：小四，你可是看出什么来了？他只是礼貌地随意问问，并不认为乔小四会看出点什么来。他中毒了。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你这是中毒了。中毒后会特别的想吃东西，尤其是甜食，每天都吃很多，还是感觉肚子里空落落，没吃饱的样子。而且晚上的睡眠也不好，经常做噩梦，小便少而黄，大便不成形，呈黑色，还很臭。还有嘴巴里常常有一股腥臭的味道，不管你吃多少的甜食，总觉得嘴巴里是苦的。对了，你的指甲应该也是乌黑的，对吧？小四，你可能看出船族中的什么毒，有没有生命危险？现在是不致命，以后就不一定了。它能让你不断的想吃东西，甜食，然后吃多了就会发胖，就像他这样，再下去还会更胖，到时候就会导致很多的并发症，最后还是要走到那一步。你可有办法解？这个毒我能解，但是得过2天，我需要准备准备。这样的毒对他来说小儿科，喝一口灵泉水就能根除。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你要不再找人帮他看看？我相信你，不用再找人来看了。能得到你的肯定，我当然高兴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再找人看看，想要再确定一下我看的对不对。可是镇上所有的大夫我都请来看过了，都没有看出船族中毒，而你一下就看出来了。我觉得你比他们厉害。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也有过这种想法，但是想到我又没有得罪过其他人，家里也没有其他的子嗣，只有这唯一的儿子，不管是他母亲和2个姨娘，对他都很好，并不会害他。这样啊，也许这不是人为的也说不定，有可能是刘小胖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而造成的。刘小胖？刘小胖？是我吗？爹，我就叫刘小胖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感觉很壮的样子。好好，只要你喜欢，就是叫刘狗蛋都行。我才不叫刘狗蛋，我就叫刘小胖。老兄，你儿子中毒了呀，还有心情在这里说笑？刘老爷，要不就这样，你再找人帮公子看看，看好了再通知我。行吧，那我去府城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请来。